1644年，张献忠占领四川，称帝于成都，建立大西国。不过，他所追求的盛世秩序其实并未实现。随着苛政与滥杀相继而至，四川百姓死伤无数，土地荒芜，民心离散。仅仅2年时间后，随着清军的南下，张献忠兵败凤凰山，死于乱箭之中。随着他的陨落，这支曾让明清两朝闻风丧胆的农民军也陷入了生死存亡的绝境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大西军的4位将领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挺身而出。他们接过张献忠的旗帜，率领残军南下贵州，试图为大西军的生存开辟一条新路。孙可望成为了大西军的首领，带领着这支溃败的队伍，从风雨飘摇中重整旗鼓，逐步控制黔滇地区。随着他们的到来，滇黔地区迎来了一场新的风暴。要说到这支大西军残军，我们还得从孙可望开始说起。孙可望，陕西延安府人，出身贫寒，少年时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靠为人赶马为生。一次，孙可望外出数日返家，却发现母亲失踪。他因怀疑邻居知情而诉诸官府，未料官府不予理会，反以诬告为名对他杖责。少年可望受辱后，忍痛逃离故土，投身于张献忠的起义军，从此改写人生轨迹。孙可望以机智和敏锐迅速脱颖而出，深得张献忠赏识，被收为养子。后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，孙被封为平东将军。他与安西将军李定国、福南将军刘文秀、定北将军艾能奇并称为张献忠的4养子。其中，孙可望居长粗通文墨，骁勇善战，临阵不乱，被誉为大西军的一堵墙。再说清军入关后，因为一直在东南和湖广作战，无暇西顾，遂决定派人前去招降拒蜀的张献忠，但张献忠并没有理会，故而清廷决定派肃清王豪格为定远大将军，由陕西入川解决张献忠和他的大西政权。清军大举进攻四川，张献忠决定北上抵抗。同年11月，张献忠战死于四川西充。此后，孙可望收集残存的大西军约1万余人，转向川南。1646年年底，他们直取重庆。当时，重庆守军由明朝总兵曾英率领，仓促应战。在佛图关，孙可望设计伏击敌军，曾英中箭坠河，重庆守军10万迅速溃败。大西军成功占领重庆城。入城后，孙可望下令不得妄杀无辜，并将随军的前朝权臣汪兆麟处决。汪兆麟曾劝张献忠杀尽川人，致使蜀地百姓对大西军恐惧异常。此时，汪兆麟被斩，不仅平息了民怨，还赢得了重庆百姓的拥戴。城中民众拍手称庆。1647年正月，孙可望率军越过綦江，直逼贵州。面对攻势，明朝贵州巡抚米寿图与总兵皮雄仓促应对，派副将杨吉驻守乌江。然而，大西军趁夜间伐木搭桥，次日清晨全军渡河，杨吉闻讯不战而逃。此后，明朝布政使张耀率兵坚守贵阳，但在大西军的猛攻下，贵阳终告陷落。张耀拒绝投降，被孙可望处死。为了安抚地方百姓，孙可望下令严格约束军纪，非决斗不得杀人，并逐步恢复贵州的社会秩序。他调整税赋，稳定物价，同时赈济百姓，以争取民心。大西军进入贵州后，势力范围迅速扩大，几乎占领了整个黔地，为其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不过，大西军的入黔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。在攻打贵州定潘州时，土司势力联合抵抗，大西军损失惨重。将军之一的艾能奇在作战中被毒箭射伤，最终因伤重而死。这对大西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也进一步巩固了孙可望在军中的核心地位。刚驻贵阳没多久，孙可望便接到云南的求援消息。顺治2年1646年底，云南阿弥州的土司杀定州叛乱，占据了昆明。原本镇守云南的明朝前国公穆天波战败，逃往永昌、金宝山，他的妻子焦氏自焚殉难。云南巡抚杨卫之退守楚雄，云南局势一片混乱。杨的副将龙在田写信给孙可望，希望他能带兵前来平定叛乱。他信中写道：速来，借大义，颠可定也。什么是借大义呢？原来云南百姓对穆天波家族有很深的感情，于是他假称是焦夫人的弟弟，要替姐姐复仇。这一招果然奏效。
大西军所到之处，百姓纷纷迎接，甚至为他们准备粮草。1647年3月，孙可望率军抵达昆明。沙定州听到消息，不敢迎战，带着部队逃回阿弥州。孙可望兵不血刃地拿下昆明，稳定了云南的局势。他的这场无战胜利，为大西军赢得了喘息的机会，也让云南百姓初步接纳了这支外来军队。在占领昆明后，孙可望迅速开始治理。他将大西军分为2路，李定国负责巡抚滇东，孙可望和刘文秀负责巡抚滇西。他们所到之地，大多地方势力主动归顺，云南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。在陆丰一带，孙可望遇到了明朝巡抚杨卫之。杨卫之试图抵抗，但在狮子口被大西军打败，最终投水自尽，却因水浅没有淹死，于是站在河中破口大骂。孙可望啼笑皆非，因为这个杨卫之是他的陕西同乡，又是个有名望的人，便亲自下水安抚。他告诉杨卫之，我来云南是为了匡扶名士，没有其他意图。杨卫之仍不放心，提出3条要求：不要使用大西的年号，不要滥杀百姓，不要烧毁房屋或掳掠妇女。孙可望答应后，杨卫之才投降。接下来，孙可望继续向大理进军，平定了滇西8郡，云南大部分地区都落入大西军之手。不过，孙可望知道，要彻底掌控云南，必须争取明朝旧部的支持。当年8月，他派人前往永昌，把避难的前国公穆天波迎回昆明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他将穆家的传世珍宝全部归还，并保留了穆天波的前国公爵位。这一举措不仅拉拢了穆天波这样的明朝势力，也赢得了云南百姓的信任。在很多人眼中，大西军已经不再是传说中的流寇，而是能恢复秩序、保护百姓的一股力量了。我们知道，云南地势险要，四周群山环绕，确实是一个适合长期抗清的地方。更重要的是，云南百姓经历了沙定州的蹂躏后，对新统治者的要求并不高，这让孙可望能够较轻松地推行他的治理措施。于是，通过平定叛乱、安抚百姓、笼络旧势力，孙可望成功将云南变成了大西军的重要根据地，滇黔连成一片，也为大西军后来的抗清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。云南平定后，大西军迎来短暂的安定期，然而权力的分配问题却渐渐浮现了出来。此时，大西军中一批归降的明朝旧臣建议尊孙可望为国主，以整合军心。这一提议得到了军中多数人的支持。孙可望虽然心中有些犹豫，但为了统一指挥，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安排。拥立仪式不算隆重，却颇具分量。任命接连颁布，杨卫之被封为华英殿大学士兼督察院左都御史，任传担任副都御史兼兵部尚书，其他各部职位也都有了明确分配。昔日的农民军也开始模仿朝廷设立了9卿6部，出具政权雏形。不过，孙可望登上国主之位后，问题也随之而来。这支大西军本是农民起义军，彼此以兄弟相称，如今转为君臣，许多人心中难免不适。尤其是性格刚烈、不善逢迎的将领李定国，常在大事上与孙可望意见相左，二人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。军中议事时，李定国往往直言不讳。一次，他对孙可望的一项调兵决定提出反对，甚至当场拍案而起，引得全场哗然。虽然最终在众将劝说下息事宁人，但孙可望心中不免生出不快。为了巩固自己的威信，孙可望决定在演武场举行仪式，正式被推为全军主帅。谁知仪式当天就出了岔子。原来李定国比他早到营中，旗官按照往常的惯例升起了帅字旗，并放炮鸣礼。这原本是无心之举，却刺痛了已经为王的孙可望的神经。当孙可望抵达后，见帅字旗已高高飘扬，他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质问道：我都还没到，为何营中就升起放炮？旗官如实回答：西府老爷指李定国先到了，于是按往常惯例升旗迎接。孙可望冷笑道：军中规矩，主帅入营方可升旗，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主帅吗？一旁的刘文秀赶紧劝解，这只是个误会，请主帅莫要放在心上。可孙可望显然并不打算轻易放过，他命令处置旗官，还说若无人承担责任，军法岂能服众？见孙可望咄咄逼人，李定国也怒了，他起身说道：今日尊你为主帅，你便如此行事，来日我们还有何颜面服从？
众将见两人剑拔弩张，纷纷上前劝解，可孙可望却突然说道：“要以我为主，李定国必须受军杖100。”此言一出，李定国更是怒不可遏，环视左右大喝：“谁敢打我！”整个演武场气氛紧张到极点。就在局势濒临失控之时，将领白文选悄悄走到李定国身后，抱住他说：“大局为重，请暂且忍耐。若今日决裂，我们必会4分5裂，给敌人可乘之机。”众人齐心劝说，李定国这才勉强躺下受杖。孙可望命杖打到50便停下，随后亲自下座，抱住李定国，眼含泪水说道：“我以大义责罚弟弟，愿我们同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”至此以后，军中开始有了正式的规矩。但李定国虽然表面平息了怒火，但心中却埋下了嫌隙。孙可望将大西军主力移师云南后，贵州防守空虚。消息一传出，那些逃亡在外的明朝旧将便伺机而动。1647年，齐江伯王祥与贵州总兵皮熊聚集残部，分别攻占遵义和贵阳，并谎报击退大西军，收复失地。永历帝信以为真，加封王祥为中国公，皮熊为匡国公，还派四川巡按钱邦启协调地方事务。然而，明朝地方官员的腐败作风并未因这场胜利而改变。王祥、皮熊上任后，趁乱加重赋税，搜刮民脂民膏，激起百姓的不满。孙可望得知消息后，决定重新夺回贵州，彻底解决隐患。1650年春，孙可望派李定国前往贵阳，与明军代表范况、皮熊洽谈，以便达成共同抗清的协议。会谈中，李定国要求明军停止扰民，并承诺双方互通粮草，共同御敌。然而，皮熊态度敷衍，表面答应，背地里却毫无诚意，甚至派遣使者试图拖延时间。李定国返回云南后，将会谈情况禀告孙可望。孙可望大怒，亲自写信训斥皮熊：“你们手握重兵，本可抗击清军，却忙于搜刮百姓，毫无恤民之心。滇黔同属明朝封疆，却为何不以救灾济民为己任？如今不过虚与委蛇，难免被人耻笑。”皮熊收到信后，心生惧意，急忙逃往清浪卫，位于黔东。皮熊的逃亡并未让局势好转，另一名将王祥在遵义继续抗拒孙可望的命令。为平息乱局，孙可望命刘文秀和白文选率军进攻遵义、乌江一带，双方展开激战。最终，大西军凭借娴熟的水战技术击溃了明军，王祥兵败自杀，数万明军投降。刘文秀对降兵妥善安置，将其中大部分遣返回乡，从而争取了贵州百姓的支持。1650年秋，孙可望从昆明迁驻贵阳，将这里作为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。他深知稳定贵州是控制滇黔川3省的关键。他在贵阳着手建立统治，修筑王府、大兴宫殿，同时完善大西军的行政机构。为了提高大西军的统治合法性，孙可望启用了一大批明朝旧臣。吏部侍郎雷岳被任命为宰相，文安之担任东阁大学士，礼部主事方于仪出任翰林院编修。这些人多是饱学之士，为大西军的施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贵阳局势稳定后，孙可望将目光转向北方。1650年底，他派刘文秀率军再次入川对抗清军。这次进攻取得了丰硕战果，大西军接连占领了福州、建昌卫（今西昌）、黎州（今汉源县）等地。与此同时，明朝四川总督李德乾被俘，其余清军或战死或溃散，四川南部大片地区重新纳入大西军的控制范围。随着领土的扩大，孙可望的政权已经涵盖滇黔川3省的大部分地区，于是他着手建立更加完善的行政制度。他重铸九叠文印，取代明朝旧印，并设定严格的朝见制度，要求3省文武官员定期到贵阳述职。通过这些措施，孙可望逐步将滇黔川3地纳入他的统治体系。而明末的永历王朝此时在清军追击下危机四伏。为了联合滇黔的大西军抗清，有人提议封孙可望为王，以借助他的力量。然而，这一提议在朝中引发巨大争议。一些官员认为孙可望治军有序，是抗清的希望；另一部分大臣则将他视为流寇，坚决反对封爵。围绕封号的争议使永历朝廷和孙可望的关系日益复杂。四川巡按钱邦启是支持封孙可望为王的代表，他派推官王坤赴昆明试探孙可望的态度。
孙可望毫不掩饰自己的期望，明确表示，若朝廷能封爵，我必举全滇归附。这一表态让钱邦启深信，封孙为王是联合滇黔抗清的关键。他写信极力称赞孙可望，愿意为其上书破格封爵。然而，朝廷内部顽固守旧的势力以祖制为由，坚决反对异姓封王。最终，孙可望仅获封景国公，远低于预期。这一结果使孙可望对朝廷深感不满。与此同时，朝廷的迟疑与分裂给地方埋下隐患。驻南宁的庆国公陈邦富听闻孙可望不满，害怕他兵发南宁，于是私自填写空白敕令，假传圣旨封孙为秦王。这一敕令让孙可望大喜，自此以秦王自居。然而不久后，真正的朝廷使者带着景国公的正式敕令到达昆明，这与假传圣旨的封号矛盾不一，彻底激怒了孙可望。他将从朝廷回来的杨未之与假敕使胡直公一同下狱，视朝廷为耻辱。然而随着局势愈发危急，广州和桂林相继陷落入清军之手，永历帝仓皇逃往南宁。无力控制局面的永历帝为了安抚孙可望，再次决定册封他为纪王。然而这一封号在孙可望看来依然是敷衍，他认为自己的地位和功劳远超这一名号，愤而拒绝。杨未之试图劝解，王封不过虚名，何必执着？但孙可望态度强硬，断然拒绝接受。此时矛盾已不再仅是封号，而是孙可望对朝廷的不信任彻底爆发。他一方面派杨未之再次前往协调，一方面暗中指派贺九夷率5000精兵奔赴南宁，表面是迎驾，实则要清算那些反对封王的朝臣。贺九夷抵达南宁后，直接展开血腥行动，斩杀了东阁大学士严启恒、大臣吴林等多人，震动朝野。永历帝迫于压力，只得正式受封孙可望为秦王，勉强平息事端。清算行动结束后，杨未之返回南宁，得知严启恒等忠臣被杀，愤怒至极。他斥责孙可望滥杀忠良，直言：“你虽封王，却滥杀忠臣，终将自毁长城。”孙可望听罢大怒，将杨未之押回贵阳，甚至下令斩首。行刑后，他又后悔不已，急令带回，但为时已晚。本期残军余途的上集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关注涅槃说史，带你一起探寻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。